发现男友的父母竟然不是人，而是鬼。我的左眼拥有一种特殊能力，那就是能看见鬼。我能看见去世的爷爷对我笑着打招呼，也能看见家里书房里吊着的女人。神婆说我这是阴阳眼，但只有一只，而我的右眼却只能看见阳间食物。这天，男友于言带我回家见父母。吃完饭的时候，我主动提出要洗碗，男友妈妈不肯，非要来拿我手里的碗。可他这一抢，洗洁精溅到了我的左眼，我低下头捂住眼睛。于言的爸妈也都慌了。小将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想说没事，可我突然僵住了，因为只有右眼能看见的我突然发现，于言的爸妈都消失了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着他们不是人。一股寒意从后背涌起，而这时候我听见于言爸爸的声音又响起来。小将，你没事吧？厨房里明明空荡荡的，却有清晰的有声音从耳边响起。我努力挤出笑容，没事，就是一点洗洁精。我擦干净左眼睁开，果然我又看见了于言爸妈在我面前，一脸关切地看着我。我假装揉了揉左眼，用右眼单独看了一下，于言爸妈又消失了。我的心彻底沉到谷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于言进来了。小将眼睛进洗洁精了，也不知道碍不碍事。于言闻言赶紧走到我面前，关切问：小将，你没事吧？我却没回答，我只是假装继续揉着左眼，同时小心翼翼地单独用右眼看了于言一眼。我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开些许。太好了，至少于言还是活人。或许是于言的存在给了我一些勇气，我总算平静下来，对于言爸妈笑着说：叔叔阿姨，我没事。于言父母这才松了口气。洗干净碗筷后，于言爸妈说要下楼给我买新鲜的水果。等他们出门后，我才开始试探于言。从于言的描述里，我得知他父母是退休工人，平日很少和别人来往，这也就难怪了。于言爸妈平日不怎么和人来往，那他们出事突然去世，于言一时半会没发现也是正常。于言还告诉我，这次带我回家也是他爸妈主动提出来的。我爸妈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前几天突然跟我说一定带你回来，可能是想早点见未来的儿媳妇吧。于言笑着跟我说，我心里却是一阵阵发毛。前几天，那他爸妈那时候可能已经死了，两个鬼一定要见我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必须得把真相告诉他。于是我开口：于言，你知道吗？你爸妈其实已经死了。于言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他有些生气：小将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知道他不信我，我只能把我左眼是阴阳眼的事完完全全的跟他说了。可于言还是不信。小将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需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？感情他这是觉得我疯了，我无奈只能开口：你如果真的不信我，不如就试试看。你应该听说过，在门口撒大米能驱鬼吧？那是因为大米可以障眼鬼怪，让鬼怪看不清大门的位置。你如果真相信你爸妈是活人，就把大门打开，再撒一把米在门口。如果你爸妈是活人，就可以正常进门。但如果你爸妈是鬼，他们就会以为门关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这些年因为阴阳眼，我也跟神婆七七八八学了不少知识和本事，今天就派上了用处。于言依旧是一脸不相信的看着我，但好歹是照着我说的做了。没过多久，走廊外的电梯叮的响了，是于言爸妈回来了。他们拎着水果，在走廊里就招呼于言赶紧出来帮你爸拎水果。于言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起身朝门外走，可下一秒他突然顿住了，因为他看见他爸妈走到敞开的大门口，脚步突然就顿住了。紧接着他爸喊：于言，你干嘛呢？赶紧给我们开门啊！我看见于言的脸色这才白了，因为门明明就开着。于言几乎是颤抖的开口：爸，我们这有点事，你自己进来不行吗？他爸却是语气急起来：我们手里那么多东西呢，怎么开门？你快过来！于言爸爸的声音此时变得有些尖锐，于言的脸色瞬间更白。还好我一把拉住他，我低声道：现在最好不要激怒你爸妈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。说着我走出门，不动声色地踢开了地上的米，然后假装开门的样子：叔叔阿姨，你们回来了呀。于言爸爸一脸不悦：你们刚才怎么不开门？刚才于言他缠着我，我们没想到你们那么快回来。说着我害羞地低下头。于言爸妈一脸明白过来的样子。吃完水果后，于言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和我躲进了卧室。晚上于言低声问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爸妈变成了鬼，我也能看见他们，我没有阴阳眼啊。我告诉他，鬼怪是有办法能让自己显形的，你爸妈肯定是故意用了显形的方法，只是他们没想到我有阴阳眼。我又小声道：真希望你爸妈只是想见我一面，而不是想要害人。于言皱眉：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害人？我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：鬼物在半夜的时候阴气最重，如果他们想害我们，估计就会今天晚上行动。相反的，如果他们今天晚上不找我们，应该就没什么事了。于言听了我的话，刚想开口，可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咚咚咚，伴随着于言妈妈轻柔的嗓音：于言小将，你们睡了吗？我感到后背一阵寒意冒上来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故作随意的开口：怎么了阿姨？我们已经睡下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刚下了一个手机软件，
我和于言爸爸都弄不清楚，想让于言帮我们看看。我给了于言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别出声，然后继续回答。阿姨，于言已经睡下了。我听于言说过，他爸爸妈妈是很宠他的。如果他爸妈现在还是正常的状态，那绝对不可能把熟睡的宝贝儿子喊起来弄什么手机软件的。但如果他爸妈现在已经是被怨气驱使的恶鬼的话，我还来不及假设，不想门外的于言妈妈就已经立刻开口：于言已经睡了呀，那没事了。说着门外安静了下来，我也愣住了。从刚才于言妈妈的反应来看，她似乎是不想害我们，可是说不上为什么，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不放心。我走到门口，正想确认门锁了没有，可突然看见门缝里好像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，加上此时没开灯，因此看得不太真切。我蹲下身想去看那到底是什么，却正巧对上于言妈妈的眼睛，她正趴在门缝上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整个人尖叫一声，跌坐到地上。于言听见我的尖叫声，赶忙过来扶起我。我缩在于言怀里，失控地喊：于言，是你妈妈，你妈妈根本没走。于言听见我的话，脸色一变，急忙看向门，可没想到门缝里于言妈妈的脸突然消失了。于言这才皱眉看向我：小将，我妈已经走了，你是不是刚才看错了？我急了，我肯定没看错，你妈妈刚才真的趴在门缝上偷看我们。听到我描述的那一幕，于言的脸色也白了，可他还是安慰我：毕竟我妈妈现在已经不是活人了，可能做事的确会有些奇怪，但我还是相信他们是不会害人的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渐渐冷静下来。这倒也是，我对鬼怪也算是了解，一扇门根本挡不住鬼，更何况外面有2个。如果于言爸妈想对我们做什么，的确是可以直接破门而入。这一晚上，我和于言都没合眼，于言爸妈倒是没有再来找我们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跟于言爸妈提出来要离开。于言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上写满了失望。怎么那么快？不是说好要多住几天的吗？于言不敢看他的眼睛，老板突然要我回去，不然可就要丢工作了。只见他们看着有些难过，但也没过多纠缠，很快点头同意了。看他们那么好说话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或许真的如同于言所说的，他们只是想要走之前看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一眼吧。出家门的时候，于言爸妈说要送我们到小区门口，可没想到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电梯不亮了，没办法，只能走楼梯了。还好于言家也就是5楼，走楼梯也不算太高。我们开始爬楼梯，我整个人神经也慢慢放松，只要离开了这栋楼，光天化日的就不用担心什么了。到时候让于言查清楚他爸妈的死因，再找个高人来做法事，一切就过去了。我正在心里胡思乱想着，可突然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，于言不就5楼吗？怎么走了那么久都还没走到1楼？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旁边路过的大门，突然间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。我竟然看见面前的门牌号上依旧是503，也就是于言家的门牌号。我一把拉住于言，几乎是用颤抖的语气开口：你看门牌号。于言抬头看见大门，顿时脸色也白了。这时候我和于言都已经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可于言的爸妈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异样，还在继续往前走。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，于言的爸妈明明已经一直往下走，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可一会儿后，我们突然听见我们楼上又传来了脚步声。刚刚明明已经下楼的于言爸妈又出现在了我们楼上的楼梯口，他们一路往下走到我们身边，仿佛才注意到我们一样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于言小将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？我瞬间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冲进了脑子里，这难道是鬼打墙？我根本不想回答于言父母，只是一把抓住于言，迅速开口：你家钥匙呢？于言这才回过神来，手忙脚乱地把钥匙给我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打开门，一进门我就大喊：大米！而于言此时也反应过来，旋风一样的冲进厨房，一把抓起大米就朝着门口狠狠撒过去。而这一边，于言的爸妈本来也想追上来，可这大米一撒，他们的脚步顿住了。而我也趁着这个功夫，砰的关上了门，我贴着墙滑落下去，无力的倒在地上。于言也是脸色煞白的看着我：小将，刚才那是不是鬼打墙？我疲惫的开口：应该是你爸妈干的。于言的脸色更白了：我爸妈为什么要困住我们？他们想干什么？还不明显吗？他们想把我们留在这，一直等到晚上。白天的鬼虽然能弄出鬼打墙，但阳气太重，没办法对我们做什么。可等到夜里就不一样了。于言身子一颤，抬头去看门的猫眼，可没想到这一看，他突然啊的一声跌倒在地上。我忙不迭地站起来，也朝着猫眼看了一眼，立刻就明白为什么于言那么害怕了，因为他爸妈竟然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猫眼。于言忙不迭问：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毫不犹豫开口：报警！于言听见我的话瞬间懵了。报警？这种鬼的事也能报警？警察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吧？我迅速开口：你当然不能跟警察说我们见鬼了，你就说有人遇害了，让警察赶紧过来。警察身上的阳气和正气最大，鬼也不敢惹，到时候这鬼打墙破了，我们就赶紧离开。于言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拿出手机开始报警。喂，请问警察吗？
我家里有人死了。是的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。于言这下总算开窍了。于言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警惕地看了下猫眼，突然发现于言爸妈不见了。我正思考着，另一边于言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他低声道：别担心小将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不一会儿我就已经听见警车鸣笛的声音响起。我们两人迅速趴到窗户上向下看，这警察来的也太快了。太好了，我拉着于言的手，轻声说道：警察来了，只要他们上楼，我估计这个鬼打墙就要破了，我们就能下楼了。于言也是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，可下一秒他突然脸色一变，大喊：小心小将！我猛地回过头，竟然看见了于言的爸妈，2个50多岁的老人，死死地贴在透明的窗户上。我这一刻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刚才于言的爸妈会突然从门口离开了。他们可能是听见于言报警，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接着于言爸妈开始用头撞击玻璃，他们似乎感觉不到疼，一下又一下，窗户很快被砸碎。眼看于言爸妈跳进了屋子里，我拉起于言赶紧往外跑，不许走，不准带我儿子离开。于言妈妈尖锐的声音传来，说着她一把抓住了于言，于言则冲我大喊：你快走，我拖住他们。我大喊：可是你不用担心我，把警察带上来，他们是我爸妈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发疯一样朝楼下跑，终于在1楼门口见到了2名警察。鬼打墙果然破了，在我的带领下，我们再次返回了5楼。这时我发现屋内于言父母早已消失不见，而于言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赶忙向警察求助，先救人。于是我们带着于言准备下楼。这一次我们并不是走的楼梯，而是乘坐电梯。看着不断缩小的楼梯数字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想一切终于恢复正常了。想到这，眼睛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。可当我激动地去擦左眼时，我再次呆住了。眼前的2名警察竟然消失了，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，他们是鬼警察。我顿感大事不妙，电梯突然叮的一声开了，刚走出去我就彻底绝望，我竟依旧还停留在5楼。这时于言爸妈缓缓地走了过来，他们露出阴森的表情。跑呀，怎么不跑了？我惊恐地呼喊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于言爸爸说道：我听于言说了，你的生日正好符合8字纯阴，只要今晚纯阴之日将你杀掉，我们就能继续逗留人间了。原来这就是他们让于言带我来的目的，又知晓了他们为何昨晚没有动手，都是为了等今晚的纯阴之日。我极力地反驳道：你们真没良心，枉费了于言对你们的一片好心。于言妈妈表情变得更阴森了，我们还要好好谢谢这个宝贝儿子呢。说着便伸手冲我袭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光芒闪过，于言爸妈和那2名警察瞬间消失了。迎面走来的是几名身穿制服的人员，我故意捂住左眼看了下，他们还在，是真正的警察到了。事后经过调查，我才了解到于言的爸妈早在3年前就死了，而他们所在的小区也早已废弃，根本没有活人。但于言却始终不知道，甚至还被他爸妈利用了。好在经过抢救，于言也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挤进早8的公交车，一阵奇怪的广播声突然响起0号公交规则：禁止在车厢内大声喧哗，违者嘎。此时有个不讲理的老年人正在倚老卖老，怒斥一位年轻的小姑娘不给自己让座。赶紧给老子让开！没看到我是个行动不便的老头子吗？大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肚子实在不舒服。谁知那名老人反而再次提高了音量，恶狠狠地骂道：废话少说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信不信老子抽你！然而话音刚落，他的嘴巴瞬间就被一层厚厚的铁皮封住。老人双手使劲地往下抠，却怎么也抠不下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活活憋死了。死人了！还没等我惊呼出声，一道道惨叫就已接踵而来。所有发出高音被尖叫的乘客也未能幸免，全都一个个被闷死倒在了地上。好在身旁的好友轻轻及时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然后小声地对我说道：嘘，不要大声喧哗。然后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更加让人慌乱的是，拿出手机后，我们才发现所有人的设备都接收不到任何信号，仿佛和外界切断了联系。司机呢？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停车？可当我们走过去才发现，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，司机竟毫无反应，平静无比地紧握着方向盘，踩着油门向前开去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挡风玻璃外面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市区，所有的高楼和车辆全部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条白茫茫的长路被阴云笼罩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这时诡异的广播声再次响起：欢迎来到0号公交，若想活命，请按规则行事。车里一片死寂，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仔细倾听诡异的公交规则。1. 本班公交不会在中途站点停车，更不会开门，试图自行离开者嘎。2. 每到一个新站点，公交内将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请严格遵守。3. 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互相重复。4. 禁止以任何方式触碰或攻击司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. 本路线共有4站，存活到最后方能安全离开。
很遗憾，首发站死亡乘客21人，目前存活37人。请注意，前方到达第二站，新规则诞生。20秒后，请所有乘客抓紧吊环，保持悬空，凡触碰其他物体者嘎。第二条规则显然是对我们体力和耐力的考验。吊环挂在高处，在空中悬挂到下一站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无疑是一份漫长的煎熬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长期缺乏锻炼的上班族来说。于是我揉了揉手腕，在脑海中不停构思着动作和姿势，试图想到最省力的一种。可正在我摩拳擦掌的时候，身旁的小美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催促我们加快速度。快爬上去，先抢一个再说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先是一愣，但扭头扫视整个车厢之后，我瞬间读懂了她的意思。整个公交里零零散散仅有20多根吊环，而车厢里的活人足足有37个，根本不够用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伸手跳跃，再也管不了用什么姿势，匆匆挂起。不到10秒的功夫，吊环便陆陆续续挂满了人。眼看时间将要截止，仍然站立的乘客们再也没法冷静，找准一个个已经挂好的乘客，不停推搡，不停拉拽，甚至拳打脚踢，一时之间混乱无比。本就血流成河的车厢俨然变成了内斗的修罗场。为了不被众人波及，我把双脚也向上荡起，整个人紧紧缠在顶部的横杆上，手脚并用，仿佛一只紧贴树干的树懒，并且不停呼喊身旁的青青和小美，示意他们也模仿我的样子。中途有个光头男人试图把我拽下去，却发现太高的位置很难使劲，折腾几秒都不能把我弄走，只能钻向了别处的战团。等到倒计时结束，滴滴声悄然响起，我急忙放开双腿，只与吊环本身保持接触，回头看去，那些仍在焦灼争抢的乘客纷纷顿住了身形。一道阴风骤然吹过，好似一把巨大的剪刀，每个人的身体都被规则地切成了几片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忍不住心里发毛，把手中吊环抓得更紧了些。公交有些颠簸，为了防止掉到地上，我把2只手臂交错穿过吊环，用手肘关节死死地将其扣住，哪怕疼痛刺骨，但稳定性的提升也让我心中平静了几分。与此同时，车厢里每个人都在用力支撑着自己，生怕泄了气。在沉默的酸楚中，我慢慢麻木，甚至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。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更是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抑。10多分钟之后，久违的到站铃声终于再度响起。第3站到了，很遗憾，第2站死亡乘客17人，目前存活20人。听到这，我总算卸下了负担，瘫软在地。可我们才刚放松没多久，第3条规则就紧跟着从喇叭里钻了出来。请注意，公交规则第3条，请所有乘客在3分钟内选择合适的位置躲藏好。游戏开始后，到站前禁止移动。听完这条规则后，公交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和前2关的猝不及防不同，这一次总算轻松了许多，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亡命乱窜。而且这一关看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可就在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，青青却始终眉头紧皱，思索许久后，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俩。我总觉得这一关或许另有隐情。我和小美顿时屏住了呼吸，青青简单地讲出了自己的猜测。大家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2回了，应该很清楚前面2关的危险性有多高。不难推测，规则多半很希望置我们于死地，但又会给部分人留下求生的余地。而眼前的第3关却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模式，所以我认为第3关的重点可能在规则的最后几个字上面。你说的是到站前禁止移动？没错。青青点了点头。我猜接下来的行驶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把某些乘客淘汰。因为不可移动的规则存在，大家一旦选定了躲藏位置，就不能后悔，不能逃跑，到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淘汰。听完青青的推测，我们忍不住有些不寒而栗。这时大部分乘客都已经开始陆续寻找躲藏位置，而座位的下方则成为了绝佳的选择。眼看实在找不到规则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危险，青青自言自语道：难道是我想多了吗？无奈之下，最后我们也只好打算躲进座椅的下方。可就在我即将钻到座椅底部的时候，我的余光却猛地瞥到了司机的身影。只见他双手放开方向盘，然后来了个180度的侧翻，直接将头倒立在了地上。而他那死气沉沉的脸上也第一次勾起了诡异的微笑。看着他那古怪的动作，我忍不住回头瞥了瞥那些塑料座椅，似乎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。我的天！眼看时间已经开始了倒计时，我急忙拉起不远处的青青和小美，我也来不及做太多解释，只能赶紧催促道：快爬到座椅的上边去。2人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迅速躲到了座椅上面。听到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，我这才放松了一口气。公交车内的众人全部屏住呼吸，默默等待着关卡的审判。发动机的轰鸣依旧持续，之前沉默的司机却倒立似的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嘴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，西西，千万不要被我抓到哦。随后他就用头顶的地一点一点地匍匐向前。铁头功啊！嘘，别出声，不要动，你快看。
只见司机跳向了离他最近的座椅，双眼正巧对上了座椅下年轻的小伙。西，找到你了。那名小伙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发出了强烈的惊叫声。谁知下一秒，他就犹如石化一般，瞬间变成了石雕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终于明白，这看似简单的第3关，实则是人间炼狱。随后，司机继续向前，开始寻找下一名受害者。而那些选择躲在座椅下的乘客全都后悔莫及，除了眼睁睁等着自己被发现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，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而有些人为了活命，竟然有了逃跑的打算，可他更是违反了禁止移动的规则，下一秒也直接变成了石雕。而我们所在的座椅上方却恰巧躲开了司机的视线，10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至，我们成功地活了下来。第4站到了，很遗憾上一站死亡乘客13人，目前存活7人。听到这，我们3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。酱汁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的下场就……说到这，小美甚至痛哭了起来。没事了，小美，我也是到最后才发现了司机的端倪，挑战还没结束呢。是呀，小美，最后一关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3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简单休息几10秒后，喇叭便迫不及待地再度响起，似乎不想给我们太多喘息的机会，开始宣布起新的规则。公交规则4，接下来的路段较为复杂，司机每半分钟将随机指定1名乘客，确认下一个路口的行驶方向，请选择向左还是向右，选择错误者当场死亡。若累计出现3次错误，司机会彻底失去方向，全车共同死亡，请谨慎回答。几道滋滋的电流声后，喇叭里彻底没了动静。这时小美分析道，每2个站点之间行驶时间足有10分钟，所以整个第4关里，司机将对我们进行差不多20次提问，而我们7个人最多只允许猜错2次，这个难度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青青站在我的身旁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从概率学的角度讲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活到下一关了。还没等我们的心情完全平复下来，司机已经发起了第1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张扬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人群中一个留着长发的少年猛地一震，很显然他就是被喊到的张扬。被选中之后，他急忙趴到窗户上面，试图看到一些外面的信息，却只能看到茫茫一片，没有任何足以分辨方向的信息和标志。你还有最后5秒，选左还是选右？司机的催促仿佛索命的咒语。张扬犹豫片刻，最后一咬牙，只能随便蒙了一个答案：选左吧。司机闻言猛打方向盘，扭向了左边，喇叭滋滋作响。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1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手臂从左侧车窗外猛地伸了进来，一把捏住慌乱的张扬，狠狠攥紧了拳头。在摊开手时，里面的人影已经轰然裂开，而司机才刚刚在平稳的直线上行驶了10秒钟，就又一次开了口：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林梦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离我们最近的那位乘客顿时大惊失色。在司机惯例的催促中，林梦只能选择了和张扬相反的右边。喇叭声再度响起，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巨大的手臂再次出现，从右侧车窗猛地握住了林梦的身躯，这一次把他活生生拽到了窗外。公交里越发沉闷，接下来一次都不能错，否则5个人都将埋葬于此。紧张的空气里，司机开始了第3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降至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听完我忍不住一愣，别说判断路口了，我甚至连路都看不到，怎么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？面对这样无解的难题，我也只能随便瞎蒙了。就在我即将放弃挣扎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小美突然说话了：你先别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小美却已经迅速爬到了右侧的窗沿上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接着她又跑到了左侧的窗沿上，2、3秒之后，她才回到了车厢里。右转。见她语气坚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右转。与此同时，喇叭声也再度出现，选择正确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第3轮选择结束后，我忍不住震惊地看向小美：你是怎么判断方向的？她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刚才我发现那只惩罚用的手臂2次都恰好是从选错的方向伸进来的，正好2边的玻璃都碎了，所以我干脆爬出去看看手臂到底是在什么位置。第一次我爬的是右边的窗户，什么东西都没发现，于是我又爬上了左边的窗户，果然在我的头探到车顶后，看到了一只模糊的手掌虚影，因此我猜左边多半就是错误的答案，所以我让你选择右转。我们一边说着，司机也一边宣布了第4轮的人选。这次轮到青青选择方向，小美再度从左侧车窗翻出去，灵巧地观察车外的情况。而凭借小美的神级发挥，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择都稳稳当当，全部正确。10分钟之后，公交车顺利到站。最后一站到了，很遗憾，
上一站死亡乘客2人，目前存活5人。就在我们庆幸通关成功，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时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各位顺利过关，接下来车厢会被一分为2，变成2条通向正常世界的道路，只要顺利通过就可以重返你们的世界。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请谨慎选择。听完喇叭里的话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有附加规则？这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骤然出现，大概几秒之后才能勉强看清眼前的场景。刚才还满是座椅碎片和残躯的公交车厢，此时竟真的变成了一左一右2条狭窄的走廊。左边这条十分凶险，地板下面是岩浆，仅有一根细小的木棍悬在空中，而右边的走廊就要安静得多，乍看过去没有任何异样，像是把安全2个字写在了墙上。简单思索之后，我把目光挪向了身旁的青青和小美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很明显，规则很希望看到我们选择右边的安全之路，但回想起前几关的生死劫难，根本无法确定右边一定比左边更安全。可就在我们3个人睁大眼睛到处观察时，剩下的2名乘客里竟然走出来一位大叔，他沉吟片刻后，径直地走向了右边的走廊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情想复杂了。之前所谓的规则，无非就是想要淘汰大多数人，又总会给少数人留下生机。但别忘了，这条是附加的规则，你们都陷入了思维的惯性，老想着找到什么玄机，其实恰恰可能错过真相。有没有可能这2条走廊都没有什么机关，而是一道简单的分配问题？很可能每条走廊最多只允许1人通过，随后就会关闭。听完大叔的分析，我们3人全部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各位，名额有限，我就不等大家先走一步了。可他刚走出2步，无数条刀刃突然冒出，仅是3-4秒的功夫，那位大叔就变成了肉泥。右边的走廊居然隐藏了刀刃，不知不觉间，大家的神情都变得紧张起来。然而此时，另外一名幸存的光头男却显得异常开心。大叔用生命的代价替我们摸清了右边的走廊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左边的走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这条走廊真的只允许1人通过，那么就是我了，拜拜了各位。说完他就大步地跑了过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光头男刚踏出2-3步的距离，他就在一声惨烈的哀嚎中变成了片片血花。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路，2条都是必死之路。面对死局一样的困境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沮丧感涌上心头。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前几关的挑战，难道说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青青说话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。青青的话瞬间把我们的求生欲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什么规律？稍等，我再确定一下。只见青青用卫生纸揉了2个纸团，然后先将一个纸团扔到了左边的走廊。只见那个纸团刚落地，就瞬间被刀刃直接搅碎。紧接着青青又将另一个纸团扔到了右边的走廊，但这次纸团却并没有被瞬间搅碎，而是过了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才被搅碎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好像能活下来了。看到这，我和小美也瞬间来了精神，忍不住向青青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则抬手指了指左侧的走廊。在第1位大叔闯关失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左侧的走廊，而当第2名光头男走左边走廊触发机关时，我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在刀片出来的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上面有残留的血渍。很显然，血渍是来自第1位大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2条走廊共同使用了一组刀具，而刀刃是无法同时兼顾2个走廊的。他们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空档期，如果当刀刃攻击左侧走廊时，那么右侧走廊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安全的，反之同理，而这5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们可以安全跑到走廊对面了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恍然大悟，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青青立刻脱掉身上的外套，将其扔到了左侧的走廊上，衣服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被刀刃搅碎，而我们则利用这个5秒钟的空隙，疯狂地向对面跑去。虽然过程十分狼狈，但我们3人好歹存活了下来。此时熟悉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了所有考验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大概过了几秒钟后，喇叭里传来了一道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播报声，像是电台的主持人。突然接到一则快讯，今天早上8点30分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车上共有58名乘客，现已确定有55名乘客抢救无效死亡，而剩余3名乘客仍在抢救中。这时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。很显然，我们3人成功回到了正常世界。